问一个犀利的问题，两人会问对方什么问题？犀利的问题。犀利的问题。初吻是在什么时候？这个，好好认真回答。宝贝们，你们都听到前面的录音了吗？老婆问他的是初吻，老婆问的他是 kiss， 你的初次 kiss。我天天简直太有灵性了！这个我一会儿到下一段跟你们详细的说一个，因为这个录音还不够全啊，它还有一个完整的版本，一会儿咱们接着往下再看一下。所以宝贝们，你们万众期待的头条，我是现身系列终于来啦！今天我不但会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狗子是如何撸猫的，不是咱们的两位男主是如何跨过山河海热恋的细节分析。我还给大家会补上他们采访中被删节的那些重要的片段，就像你们前面看到的那一样。但是因为相隔的时间比较长了，咱们先回忆一下仙二的时间点啊。那个时候我们刚好说到2月之前，老婆拒绝了君子的语音视频，并向他丢掉一只狗，对吧？但是虽然这是一个玩笑话啊，但是也确确实实两个人在当时种种迹象表明了他们确实处在了一个别扭区里。而他们是什么时候关系又开始升温的呢？这就要说到老婆曾在我是女演员的节目里说过的一句话，工作让我们形影不离，大家还记得吗？表面上你看这句话似乎只是为了节目的效果在解释，但实际上这才是老婆真正的点睛之笔。因为这句话真正的出处来自于居里夫人自传，是居里夫人写她和她丈夫的一句话。居里夫人说她和她丈夫是因为工作而形影不离的。哎呀，老婆真的不愧是个文化人呢，文化人的高情商一语双关解释了两个人的关系，有没有？宝贝们明白了吗？而事实也确确实实如此啊！两个人的关系在采访中肉眼可见的急速升，两个人的速度简直就是开一个货拉拉都敢飙到了马达加斯加，好吗？当然了，这里只有一个采访是例外的啊，那就是战狼直播啊。那为啥叫战狼呢？因为两个人就好像两根甘蔗啊，又甜又直又尬。有人说这个两个人呢是在装不熟，有道理啊。因为心理学上就说呀，人的一些客观举止是由他主观性格来决定的，尤其是在一些曾有过亲密的接触的人面前，你会下意识的放松警惕，流露出一些本能的习惯性动作或肢体语言，简称肌肉记忆。而咱们俊哲的战狼直播呢，就有几个相当的经典的镜头能和这个理论值恰到好处的对上，比如说然后呢，说出一种觉得自己有，但是现场其他各位没有的东西。前面放出的那个抬手，俊子下意识就想去牵，发现老婆只是打了个哈欠，他又尴尬的把手放下了，战术性搓腿，真的是要笑远了，好吗？可见他们两个对彼此的身体反射性的动作有多强。还有一个就是被酷删掉的那句“顺着你开心吗？”不动了呢，接底哪儿？开心吗？开心吗？最长一次几天不洗澡？2-3天。为什么？这第二个。初吻是在什么时候？这个，好好认真回答。宝贝们发现没？这个采访只放了这个俊子的，对吧？但是没有放老婆的，因为酷这个逆子问心有愧呀。你听见这半截的录音了吧？听清楚了吗？老婆问他的是你初吻是啥时候？俊子当时下意识就愣住了。这个完整版的回答呢，还有一个啊，就是他刚开始不想说，后来又想了半天才回答他是大学的时候。然后老婆又继续问他最近一次接吻是啥时候？他啥时候？老婆你心里没点数吗？你俩在南京一夜那条高速路上切磋车技的时候，没顺道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一下吗？突然有画面感了，是这么回事。这个不能再深入下去了啊。不过说真的呢，那是有一个非常灵性的地方，就是老婆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她问的这些问题真是涉及了相当多的隐私，甚至已经明显跨越了一般朋友该有的边界感，对不对？
而俊子不但没有反感，反而支支吾吾，有些莫名其妙的心虚。请大家脑补一下这个场景，有没有一种现女友在盘问自己男朋友情史的既视感？从心理学上来说呢，两个人在交往过程中会问出这个问题，多半是有两种情况：一种他是在挑逗对方来加深某种 sexy 关系的心理暗示；第二种就是他要从对方的回答中获得两个人彼此关系中的安全感。那么大家认为老婆是哪一种呢？再加上老婆明知道他送了花，还要提一句你没有去的这件事儿，你们把它结合在一块儿品。俊子的态度呢也十分的有意思，和芭莎采访的时候他那个互怼还嘴相比，他这个时节已经出现耙耳朵的原型了啊。那句被酷删掉了的顺着你开心吗？你就说他有没有鬼？如果说他没有问题，酷为什么要把这个原因删掉？你品啊。而且场下的这个录音，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那一段。那天呢，两个人录了超级长的时间，对吧？在酷这个优酷的关在这个优酷的这个直播间里头录了挺长的时间。老婆说她很累，她想站起来就走一走，然后俊子超温柔的回了她一句啊，快了，坚持下，加油！没听过的你们脑补一下那个玛丽苏式的男音，这个态度就也很有灵性，你们品一品。前面我们说过，他俩很有可能是装不熟。但是从逻辑角度来讲，当时剧虽没有播，但仍属于为了营业期而录制。按理说，就算是真不熟，那也得演出熟悉感来，不是？你们懂我的意思。可是他们俩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这不得不说，他就有点意思了。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们俩在这个时期其实是处在了一段感情的磨合期当中，就是两个人是有感情，但同时也有一点心结。这个心结并不完全是在首唱会这里，而是他们两个对感情的理解是不同的。一开始老婆就希望把这段感情放在明面上，我对你的爱是富贵贫贱皆不能改，而俊子却觉得我必须追赶上你，我的爱才配与你并肩而立。两个人在心态上没有完全统一到一个步调，以至于中间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断层，直到战狼直播，两个人因为工作关系再次碰面，开始尝试一个复合的阶段。则采用了一种以退为进哄的状态，老婆则反过来以进为退斗的状态。两个人在这种状态里是一种既亲密又隐忍克制的感觉，这才导致我们在看采访当中看到的他们的表象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他们俩在采访里比较真实的表现出了他们两个那个时候的个人关系状态，而不是单纯的装不熟。这个逻辑我认为可以一直顺推到后面的采访中，他们会根据自己关系的进展来真实的表现在了采访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心理分析，宝贝们也可以畅所欲言分析自己的观点哦。珍惜自己的身体，不爱惜身体，不爱惜生命。我有你不爱惜生命吗？我又没有自己给自己钉钉子，就是你不自残。对，我对你做的哪件事情会让你想跟我做朋友呢？让我好好想一想。忘记了吧？从你给我炖鸡汤开始。如果可以带一样现代物品回到过去的话，你会带什么回去？现代物品。哎呀，天哪！现代物品带个啥呢？问你问我。带个电饭煲，做饭实在是没有电了。对，没电。我就带一个。带个啥？做饭呢？问你啊，没电不带，没电就用爱发电。电饭煲。刚才的问题我反问你，如果你可以就是一开始你们看到了吗？前面他就是说这个俊哲和温州是在穿插进行的，但是两个人啊真的是忍不住的在采访里夹带私货，借温州的这个壳子在表达的心里话。为啥这样说呢？你们可以看看采访的前半部分啊，两个人你来我往的回答都是剧里的信息，对吧？两个人很清楚的是在说温州的感情，就比如说前面咱们放的那个一小段，你不爱惜身体呀、钉钉子呀、自残等等，这都很清楚的在说温州，对吧？但是就到了炖鸡汤这儿，突然急转直下，愣是从温州跨到俊哲去了，有没有？为啥呀？因为他前面在问说有没有一件事情在前期啊，就是不想跟他有没有一件事情让你想跟我成为朋友？然后他老婆回答的是我不想和你做朋友。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应该是周子舒，但是到了那一句说直到你给我炖了鸡汤，
哎呀，就是这一句啊，特别有灵性。这里虽然是有玩笑的成分，但这里绝对不是指的温州啊。看过剧的咱们都知道，在四季山庄才有做饭炖鸡汤的那个环节，对吧？但是那个时候两个人何止是朋友啊，都直接带回家开启婚后老夫老妻生活模式了，好吧？所以这个答案只能是对应着他们俊哲两个人在符合逻辑呀。你们说是不是？也就是说，中间采访有一段明显是被掐下去了啊。事实证明，看过那个故事的大家都知道，他们俩也真的是有一段关于鸡汤的故事，对吧？镜子给老婆炖鸡汤，剧组也没啥好条件，就是放电饭煲里煲啊，炖好了以后再放在房车的保温桶里，再给他送过去。哎呀，这1对1的服务甭提多贴心了啊！而且还和他后期回答电饭煲给对上了，有没有？说为啥要带电饭煲过去？但宁可没有电，还要为爱发电，为爱发电啊！你品，就是为老婆做饭呗。就问你逻辑顺了没，闭环了没？这里哪里说的是温州？这明明说的不就是他们两个本人？可关键是这个操作还十分的对老婆的胃口。大家考古过都知道，老婆是专门做黑暗料理的厨房鬼见愁。她以前也说过了，找对象的标准就是会做饭的。哎，你看。这不是正好合上了吗？你再想想雅顿直播，雅静姐问他啊，你是不是需要找个会做饭的？那一节你们还记得吧？他那装聋作哑，一脸荡漾啊，不爱说谎，他刻意没有回答，为啥呀？因为他找着现成做饭的了呀。你看，这不是对上了吗？就咱们这莫斯乌比花，这不循环回来了吗？但是这个时期啊，两个人离最终的热恋，但还有一段过渡期啊。我们这个物料太多了啊，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吧。我就不问大家期不期待这个话题了，因为我估计大家会直接跳过这个环节，直奔催更了，是不是？啊，我肯定是会尽快的。最后的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乐子啊。有一个营销号啊，就是八卦博主分享了一个大瓜，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说啥呢？单改101有一对可是真的，并且都已经计划结婚了啊！这个真瓜保熟。半年过去了，底下全是骂他的，说啥呢？上半年都过去了，就他喵的播了一对儿，你说说这可咋办？好了。今天咱们这一期就到此结束啦。那这一期你们还满意吗？各路各的不要忘了留赞哦。而且针对这一期，你们有什么想讨论的，要大家多多留言哦。我也会根据大家的讨论来进行下一期的内容的。爱你们，么么哒。